访问上海只不过是德国人的一个幌子。对此呢，我们看的还是比较明白的。那么拒绝他访问上海也是理由充分的。那么现在看，所谓的新八国联军并不成立，这些国家在南海其实呢是各怀鬼胎，多数是在糊弄美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建少。最近一段时间，英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呢，纷纷派出军舰到南海搞所谓的自由航行，被称为新八国联军。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受到了美国的挑唆和指使，来南海搅局、搞事儿，或者呢刷存在感。但是呢，他们又害怕过分得罪中国，因此就搞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比如法国军舰曾经向中方提出想通过琼州海峡与中国方面进行了友好协商，当然最后这件事呢不了了之。英国航母倒是跑到了南海，但是呢它仅仅是打了一个酱油，在南海的边缘匆匆划过，然后穿过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之间的海峡，进入到了西太平洋，最后停靠在了美国的关岛。当然他后来又去了日本、韩国，但是离我们的距离呢相对就比较远了。因此他这次的打酱油行动可以说在中国南海没有搞任何比较大的挑衅性活动，只不过美军的 F-35B 垂直短距巡洋战斗机在它的甲板上起降了一次，仅此而已。而且呢，飞机不是英国的，是美国的，他也可以有所交代了。与此同时，英军的高层还给中国军方高层打电话，对解放军的表现进行了一通赞扬。当然，除了英国、法国的军舰来南海之外呢，印度的军舰呢也跑到南海亮了个相，但是呢，他说得明明白白，不想挑衅中国。上述这些开着军舰跑到南海转悠一圈的国家，比起德国来讲，那都不算什么了。德国这次来还挺有个性，因为德国的军舰不但要开到南海，甚至呢，他还同时申请访问中国的上海。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了德国人的这一计划，那么德国海军的自由航行之旅就有可能变成与中国军队进行友好互动的一个行动了。对德国海军来说，这确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这个申请已经被中国明确的拒绝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德国人说不清楚他们来南海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的军舰不远万里跑到南海是为什么呢？中国从来没有反对过自由航行，因为南海的大片海区都是国际航线，那里有大量的民用船只在航行。中国军队的存在是保护这些民用船只的自由航行和自由交往的。那么德国的军舰有必要在这个海区来强调所谓自由航行吗？你不是添乱吗？外国的军舰跑到这些海域来活动，恐怕自由航行不顺畅了，因为过多的外国军舰在这个地方乱窜，恐怕会干扰到正常的自由航行，是添乱，是搞事儿，而不是保护当地的安全和稳定。德国的军舰从欧洲跑到亚洲来活动，其真实的目的恐怕还是在迎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挑事儿。当然这个事儿可以大可以小，但是不管是大是小，这实际上都是在给中国上眼药。那么我们怎么能接受呢？德国政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都没办法给中国一个满意的解释，就是他的军舰到南海来干什么，那么你也就没有理由访问上海了。实际上中国是欢迎世界各国与中国呢进行友好交往，搞贸易往来，发展经济，维护当地的和平和稳定。我们并不欢迎域外国家的军舰在南海刷存在感，因此这些军舰跑到南海到处乱跑，肯定是不会受到欢迎的。而德国海军虽然到亚洲来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对中国而言，它依然是一个域外国家，根本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花那么长的时间，派几艘军舰跑到南海来活动。德国军舰在南海刷存在感有什么意义啊？我们知道你有军舰也就罢了，何况德国的海军并不是很强，你在自己家门口搞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没必要跟着美国后面跑到中国这边来打酱油。中国不欢迎任何域外国家跑到南海搞事儿刷存在感。南海的自由航行其实是从来不受干涉的，而是受到保护的，不需要西方国家的军舰跑到这儿来印证。对此呢，我们已经
向这些国家表达了坚定的态度。可以说，德国海军原来计划呢是一石二鸟，他们派出军舰进入南海，就可以给美国一个交代，我来了。同时呢，他如果访问中国的城市，又可以强调他和中国军队发展了友好关系。但是德国军舰来南海的主要目标，毕竟不是搞所谓的友好访问，而是为了配合美国搞所谓的自由航行活动。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情况下，访问上海只不过是德国人的一个幌子。对此呢，我们看的还是比较明白的。那么拒绝他访问上海也是理由充分的。那么现在看，所谓的新八国联军并不成立，这些国家在南海其实呢是各怀鬼胎，多数是在糊弄美国人。但是我们不管你是糊弄谁，但是在这片海域你搞自由航行，应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因此，那些不远万里跑到南海刷存在感的国家，最好放弃这种投机的心理，和中国以及中国的周边国家正常交往才是上策。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